大家好，我今天想采访很有意思的人，你好，洋洋。所以你是主持人，嗯你在你的工作，你有两个工作，我觉得因为你是采访人，你已经跟很有名的人做这个采访。我也问你开始这个工作，你怎么开始这个工作？因为你不能在大学学不知道他叫什么专业，但是你学其他的东西吗？ OK，对对对，OK，你这个问题很好。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金融 finance，然后我毕业以后，我做的工作是会计行，我在 Ernst Young 做，就是一个4大就 Big Four。可是我不喜欢我的工作啊，对，我不喜欢我的工作，因为我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，你明白吗？朝九晚五。明白。对啊，所以我喜欢有创意的工作，有挑战性的工作。所以，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教育，我很喜欢语言，我喜欢语言加教育。所以呢，最开始的时候，我是在网上教中国学生英语，用欲望都市，欲望都市就是 Sex and City， 还有用老友记是 Friends。我在网上用这2个美剧教中国学生英语，然后他们非常非常喜欢，非常喜欢。然后我有一个博客，我也有一个博客，是个中文博客。然后我写了很多关于美国文化、西方文化的文章，然后大家很喜欢。然后我就慢慢就是很多人都开始认识我。对，然后之后的话，然后我就觉得。其实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很棒的英语老师，可是在美国我觉得很棒的中文老师不多。然后我觉得我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gift，而且我非常喜欢。然后所以我想，为什么我不教美国学生、美国人或者是西方人中文呢？对，我看你的视频，你对教中文很有热情，我看你。对，我非常有热情，因为对别人说，如果说对我对教中文非常的有热情，因为教中文教英文我都很有热情。然后我为什么会有主持的工作，是因为我有一个制片公司，他们想找一个会英语会中文2个语言都讲得很好的人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呢需要有电视的经验。然后所以他们在网上找到了我，因为我在网上有很多视频，有教英文的，有教中文的，所以他们觉得我2种语言都很好。他们找到我这样。而且我住在洛杉矶，然后住在好莱坞，所以很方便。对，你是住在洛杉矶的人，和我是住在中国的外国人。你觉得美国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有什么不同？你需要是很外向的人，因为中国人不是很外向的人，他们不会来问你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在中国的时候，你需要特别的主动。对，但是在美国，如果你被动没有关系，因为美国人很主动，他们会来接触你。他是我的意思。我觉得要看人，因为我觉得因为你是外国人，你长得和我们不一样，
但在美国，他们觉得没有一个外国人的概念，他们说 OK， 你是 OK 中国人、日本人、美国人、韩国人，OK， 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啊哈，也在中国没问题，他们你知道我没有经验，他们说哦他是外国人，他们是不好的人，我没有这个问题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是外国人，他们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想法，知道你是外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，你是外国人。可是在美国，我觉得美国人不会说 OK 你是外国人，我是美国人。可是在中国他们说哦你是老外，对不对？老外。对。但是在美国，他们都觉得啊，我们都是外国人。你知道比如说我说啊，我是爱尔兰人，很多美国人说啊，我也是爱尔兰人。对，没错，对。对。所以我觉得，对我很喜欢美国的一点就是在这里你想看见什么样的文化都有。我很喜欢。我也很喜欢。你做 YouTube 视频，也有做电视视频，有什么不一样 ？OK 做 YouTube 和做主持人，对不对？做主持视频 OK。我觉得有几点不同。首先，做 YouTube 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在教语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得很慢。可是我要在做主持人的话，我会讲的很快。所以我的一些学生看我做主持人的视频，他们说你说话说得好快啊。然后还有就是在我做主持人的视频里边，我需要讲得很完美。可是在 YouTube 的时候，我可以说我说错了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的学生很喜欢，因为我很自然，对不对？然后很真实，他们觉得我错了，他们觉得和我很近。对吧？可是电视上我不可以说或者我说错了，我一定要重新说一遍，因为电视你不可以说错。对。还有就是在电视上的时候，因为我知道Benny 你也有经验，他们可能你采访一个人半个小时，他最后这个节目是3分钟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，然后所以很多时候讲的东西不会很有深度。然后可是在 YouTube 上，因为我想讲多久就讲多久，所以我可以讲的比较有深度。对，我上次我告诉你，我一次在澳大利亚的电视有一个采访，但是就是3分钟，他们我看得到他们想要做一些效果，但是他们要说你很天才，我说不是，我要启发性很多人，但是在 YouTube 没有这个问题。比如说我们今天的采访，我可以上传10分钟30分钟没问题，因为 YouTube 哪一个人让你印象最深刻。因为我刚刚说我看一个视频，你采访 Cameron Diaz。Cameron Diaz 的中文的名字是什么？卡梅隆迪亚兹。卡梅隆迪亚兹。卡梅隆迪亚兹。所以呢，哪一个人让你印象最深刻？我采访了很多
大腕明星，大腕在中文里一说就是 A-list， 对不对？然后可是我觉得采访大腕明星不是最有意思的，因为他们不会跟你真的聊天。OK。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吗？第一，他们没有时间；第二，他们很怕媒体。哇。对，他们很怕媒体，所以他们很怕说错话。所以他们尽量少说，然后说的东西都很无聊。对，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很安全。可是我喜欢和导演或者是作家，或者是音乐家，然后来去聊天去采访，因为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他们说的话，很深刻，很有深度。我有2个人，我印象很深。有一个人是中国的导演，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，叫许静蕾。他是中国很著名的演员和导演，他很年轻，可是他拍了很多电影，然后自己导演，自己当演员，然后自己写剧本，非常厉害的一个女人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成功的秘密是什么？对，其他的人不要不想告诉你他们的秘密。我没有问，我问他，可是他告诉我的东西，我觉得给我印象很深。他告诉我说，他说你记着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捷径。你知道什么是捷径吗？知道对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捷径。然后呢，所以什么事情你都要努力去做，没有捷径。我的第一次看你的视频，是这个你帮助这个女人提高她的口音，她的中文口音，但是只是两个礼拜，她需要做这个影片Shanghai Calling。所以我真的我真的想问你关于这个经验，你做什么？我知道你已经做了一个视频，但是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要说中文，有个很好的口音。你觉得可不可以做很快？你就是提高中文口音。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我在教 OK， 你刚刚说的那个女演员是 Eliza Coupe， 她是一个好莱坞的演员。我在教她中文的时候，我用的方法就是。因为你知道每一个中文字它有不同的声调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想，而且它的声调和这个词的意思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很难记住。所以我的方法是，你不要把每一个字记住每一个字的声调，你要把整个句子看成一个整体。我的意思是说。你把把中文的音调想象成为音乐 melody， 对，比如说我现在说话，Benny， 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，OK，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你不要记，你是一个太麻烦，你要记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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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哦。我知道现在很难很长，可是我觉得你要把它唱出来，好像在唱歌。然后最后呢，其实真的我觉得音调就是在唱歌。但如果你唱好了，然后你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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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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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 ，Benny， 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开始学中文，怎么样？我需要看书吗？我需要
去中国吗？你觉得最重要的的学语言的方法是什么 ？OK，我觉得学每一种语言不一样。对。是对于中文来说，我觉得首先有几点，中文的语法非常另外一点，我觉得中文的拼音很重要，因为中文的拼音就是一个工具。对。你先学了拼音以后你很多时候就像你可以看字典，别人告诉你说哦这个字是这么读，你就会了。所以我觉得最开始是拼音和一些对于中文。对我来说，写汉字不太重要，因为我用我的手机，我打拼音，然后我看得懂汉字。OK， 我可以写你好，你做什么，blah blah blah。觉得开始学中文，一边学中文一边学汉字，不太好的距离。但是你可以等一下，你可以等不知道1年三个月。但是我觉得开始学汉字不好。Benny， 我非常非常同意你的说法耶！对，因为比如说你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你会说谢谢，对不对？你说谢谢，对不起，可是这些字很难写。对，所以就是说，汉字很容易说的字，是很容易写。所以我觉得你刚开始先学会说，然后半年、3个月、半年或者1年以后再开始学写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所以我觉得对你的方法非常正确。对，然后因为很多人觉得中文很难，对不对？其实中文我觉得难是因为汉字难。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不用学汉字，所以中文没有那么难。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就是你的目的是在用语言。你学了一点以后，你马上出去用，和别人说话，而且你很勇敢，你明白吗？你很勇敢，所以我觉得很佩服你。这一点对于学习语言很重要。对，然后我有一些学生，他们可能一直在学，然后但是他们可能就像你在看书说我怎么学游泳，可是你要真的是在水里游泳，你才可以学会。所以你学语言很重要的就是像你一样，就是马上出去和别人说话。所以Benny。对，我还需要很努力。提高我的中文，还有很多我需要学习，但是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可以用我的中文认识很有意思的人。我刚刚开始看到你的视频，还有我看到你的视频，你讲8种语言，对不对？视频，然后我想为什么没有中文？然后我很伤心。可是后来你在学中文了，我就非常高兴，因为你的影响力很大。然后如果你告诉别人说中文不难学，很多人觉得OK， 我相信 Benny， 然后 Benny 说中文不难学，那就中文就不难学。